我的好友费利克斯突然官宣恋情，配文写着不善言辞，只想见你。瞬间，我的社交软件炸了锅，所有共同好友都发来消息，克莱尔，费利克斯的女朋友难道不该是你吗？是啊，为什么我不能是费利克斯哈珀的女朋友？我还没缓过神，费利克斯的消息就弹了进来，怎么样？我女朋友漂亮吧？每一个字都像刀子，在我心上狠狠搅动。我手抖得厉害，视线模糊的几乎看不清屏幕。大概是等不及我的回复，他又发来一条，我女朋友知道我们关系好，我不想让她误会，最近就别来找我了。我反复看着消息，猛地把手机扔到一边，失声痛哭。这些年，所有人都知道我爱费利克斯，除了他自己。他总说我是他最好的朋友，是没有血缘的家人。若论谁最了解费利克斯哈珀，我克莱尔贝内特敢说自己无人能及。我知道他吃蛋饼不放葱，牛肉面不加香菜，冬天穿的卫衣从不戴帽，运动鞋要比正常尺码大半码。从小到大为他整理文学笔记，他上大学的第一套正装也是我买的。我曾骄傲于自己在他生命里的分量，以为没有哪个女孩能在他生活中留下比我更深的痕迹，以为我们之间只差最后一步，一个顺其自然的契机。可我没等到契机，却等来了他有女朋友的消息。他在社交软件上滔滔不绝地跟我分享新女友多好，他居然喜欢吃葱和香菜，现在他也跟着喜欢了。他送的戴帽卫衣，他爱的天天穿，就连他买小了尺码的运动鞋，他都觉得可爱。每一句话都在抹去我曾留下的痕迹。最后，他发来一条消息，附带一个酒店地址。我女朋友说，如果你能送点避孕套过来，他就相信我们只是朋友。克莱尔，赶紧送来。他对我的肆无忌惮，全是我惯出来的。从小到大，他要什么我给什么，就算他要天上的星星，我都想搭梯子去摘。连他妈妈都说，世上再也没人能对他这么好。正因为这份好，他才如此得寸进尺，把我的付出当成理所当然。我擦干眼泪，竟然真的去了。到了酒店门口，他早已等得不耐烦。门一开，他一把抢过我手里的东西，还嫌恶地瞪我，克莱尔，怎么这么慢？差点让我女朋友起疑心。不等我说话，他砰的一声关上了门。关门的瞬间，我瞥见了那个女孩，裹着浴巾，头发湿漉漉的，肌肤上还挂着水珠。而费利克斯急切地朝她走去，伸手就要拥抱她。眼泪不受控制地涌出，我不想在她面前显得那么狼狈，死死捂住嘴，却还是忍不住呜咽出声。那一刻，我觉得自己像个彻头彻尾的笑话。我擦干眼泪，用尽可能平静的语气给他发消息，费利克斯，我不会再打扰你了。发送成功后，我拉黑了他。我和费利克斯从穿尿不湿时就认识，20多年的时光里，满是回忆。仅2人的合照，就占了我手机30多 GB 的内存。我把照片全删了，连社交账号里多年前的幼稚合影也一并删除。我下定决心，从今天起，不再爱费利克斯哈珀。第2天下课，费利克斯堵住了我。他满脸不耐烦，仿佛是我在无理取闹。克莱尔，你发什么神经？我承认，爱了这么久的人，不可能一夜忘记。再次见到他，心还是会隐隐作痛。我装作若无其事，径直往前走，假装没听见。他显然更不耐烦了，你这样让米娅很不舒服，他觉得是他让我们闹僵的。我看着他，嘴里泛起苦涩，一句话也说不出来，只能加快脚步想逃离。费利克斯在身后咒骂，该死的克莱尔，你是不是飘了？兄弟谈恋爱你闹什么脾气？米娅说的对，你就是占有欲强的疯女人。难不成你真喜欢我？我停下脚步，转身看向他，突然想把一切都说清楚。如果我说是呢？啊？费利克斯尴尬地搓着手指，显然没料到我会这么回答。我开玩笑的。那个，我还有事，回头再聊，行吧？之后的2个月，费利克斯没联系我，我也没找他。听说他和女朋友感情稳定，
甚至报了旅行团，计划暑假一起出游。朋友们为我愤愤不平，发来消息抱怨，费利克斯有没有心啊？这么高调，就不怕伤你心吗？我愣了愣，回复，随他吧，一切总会慢慢好起来的。费利克斯炫耀恋情的时候，我曾在无数个夜晚偷偷痛哭，但我强迫自己不去想，不去问。后来，我真的不再想他了。我开始专注于学习，让自己每天都忙得不可开交。直到某天，室友告诉我，我上了学校的表白墙。表白内容很简单，经济系大二克莱尔，贝内特，我梅森，卡拉汉，认定你了。说实话，有点土。这年头，谁还用这种霸道又老套的表白方式？我完全没当回事，以为只是别人的恶作剧。可没想到，梅森、卡拉汉真的开始猛烈追求我。受费利克斯的影响，我对恋爱极其抵触，对他态度冷淡，他却从不气馁，反而越挫越勇。起初，每次我从图书馆出来，都能看到他等在门口，手里永远拿着我最爱的芝士葡萄茶，一见到我就递过来。我起初不肯接，他也不生气，笑着说，学姐，我都买好了，扔了多浪费。后来我实在没办法，说，你真想让我要，就把收款码给我，我转钱给你。就这样，他成功加了我的社交账号。我本以为加了好友会很麻烦，可他很有分寸，只是偶尔给我的动态点赞评论，很少主动打扰我的生活。渐渐的，我竟习惯了他的存在。又一次，我想转奶茶钱给他，他却拒绝了，理由很合理，我们都这么熟了，请你喝杯奶茶是应该的。看着这条消息，我趴在床上忍不住笑了。从没见过这么会追人的男生，男女之间的界限拿捏得恰到好处。我开始享受和他相处的时光，毕竟谁会讨厌一个长得帅又懂分寸的男生呢？随着了解加深，我得知梅森的高考分数比我们学校的录取线高出30多分。我不解地问，那你为什么来这儿？他难得有些不好意思，挠了挠头，因为我喜欢的人在这里。气氛瞬间变得有些尴尬。我不自然地咳嗽一声，600多分的人，不像是会写那种表白的人啊。这次他更窘迫了，脸颊瞬间泛红，那是我室友发的，他们闹着玩的。梅森长得很帅，远超普通水准。我长这么大，见过最帅的人是费利克斯，可仔细看，梅森丝毫不逊色。盯着他看了一会儿，我突然意识到，自己已经很久没想起费利克斯了，他似乎真的从我的生活里消失了。梅森渐渐占据了我的生活，他每天变招法迎合我的喜好，我不爱吃食堂的早餐，他就早起2小时，去我最爱的店买好送来，不仅对我室友也很周到，每次给我送东西，都会给室友也带一份，确保人人有份，而我的那份永远是最好的。要是我早上在社交软件说想出去走走，下午他就会收拾妥当，带我去郊区散心。我随口提一句想吃草莓蛋糕，当晚就能收到他买的蛋糕，上面印着南方家米店的 logo。这家店就在我家附近，从小就有。店主很懂生活，不管有没有顾客，每天下午5点准时关门。我之所以这么清楚，是因为我路过无数次，却从没买过。这家店的价格比其他地方贵1/3，就连妈妈也只在我生日时才会买一个。我舍不得买，却一直惦记着。以前每次费利克斯看到我盯着蛋糕店，都会像哄小孩一样摸我的头，别看啦，小不点，等下次费利克斯哥哥给你买。可我等了1年又1年，从来没等到过。每次他都有借口，零花钱花光了，没时间去买，诸如此类。那时候的我竟然都信了。如今看着梅森手里那小小的6寸草莓蛋糕，我的眼眶突然一热。原来真的想给你买2小时就够了，原来被人放在心上是这种感觉。我忍不住哭了起来。梅森瞬间慌了神，别哭啊，我真的是打球没看到消息，不然肯定早点给你送来。我到的时候店主都要关门了，求了好半天他才愿意做一个。克莱尔，别难过了好不好？他手足无措的样子很可爱，想帮我擦眼泪又不敢，
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。他的反应逗笑了我，我接过蛋糕，问他，梅森，你真的喜欢我，对吗？当然。他翻了个白眼，语气带着点委屈，我不会为不喜欢的女生花2小时跑一趟买蛋糕的。听到这话，我慢慢笑了，那记住了，从今天起，你有女朋友了。我和梅森在一起了。确定关系的当晚，他就把我的照片发到社交账号上，配文给大家介绍一下我的女朋友。我本想装作没看见，可他艾特了我，我只好无奈的回复，你好。紧接着，我收到了他的私信，贝内特小姐，建议你注意措辞。我愣了一下，也发了一张他的照片，配了同样的文案，给大家介绍一下我的男朋友。几秒钟后，梅森在评论区笑得格外开心，留言说，你好，女朋友。我有点无奈，这和我说的有什么区别？他回复，当然有区别，重点是女朋友这3个字。我忍不住笑了，眼角弯成了月牙。朋友们纷纷发来消息祝贺，就在这时，我收到了费利克斯的好友申请。想了想，既然已经和梅森在一起，也没必要和费利克斯彻底断绝联系，便通过了申请。刚通过，费利克斯的消息就来了，你谈恋爱了？